大家好，我是会点生活的白远。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奇怪？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省吃俭用，全存进银行，指望它养老，留给子女。可你想过没有，万一哪天脑子不清醒了，突然昏迷，或者像很多老人那样，慢慢谁也不认识了，那笔血汗钱会怎样？我们总以为钱在银行最安全，有密码，有存折，谁也拿不走。但我们忽略了最残酷的现实，一旦账户主人失智或昏迷，无法亲自去银行，那个最坚固的保险箱很可能变成一道打不开的铁门。密码你在，人却去不了；存折还在，手却伸不出。到那时，那些钱，家人很可能一分都取不出来。这个风险比我们想象的更近。随着年纪增长，失智风险越来越高。一场意外也可能让人意识不清，一个从未在意的小疏忽，可能让你和家人陷入金钱的绝境。在进入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之前，如果您关心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不想让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因为意外而变成死钱，请您先点击下方的订阅键，关注会点生活这个频道并开启通知。因为在这里，我们专门揭示那些和您钱包息息相关，但银行柜员永远不会主动告诉您的生存智慧。我也很想知道，您是否愿意和我一起提前为未来撑好这把保护伞。如果您正在观看这段视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值得警惕，请在留言区输入财产安全。好了，我们下面进入正题。我们平时去银行，是不是都觉得只要拿着存折、身份证，再知道密码，这钱就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取就什么时候取，想让谁取就让谁取，这听起来天经地义，对不对？但是这里有一个所有银行都默认，却从不对储户明说的致命规则，那就是本人意愿和本人行为能力。这两个词听起来很文绉绉，我用大白话给您解释一下，什么叫本人意愿？就是您得亲自告诉银行，您想取钱，您想转钱，哪怕是您委托您的老伴或者子女去办，您也得亲自去银行，当着银行工作人员的面，在委托书上签字按手印，证明这是我同意的。那什么叫本人行为能力？就更简单了，就是您签字的时候得是清醒的，得明白自己签的是什么。如果银行的工作人员觉得您眼神呆滞，反应迟钝，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了，他们有权拒绝办理，因为他们怀疑您可能神志不清，无法表达真实意愿。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严格，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但您要理解，银行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您的钱不被坏人冒领。可问题就出在这里，朋友们，这个保护机制对于我们身体硬朗、头脑清醒的时候是保护，可一旦我们失智了或者昏迷了，这个保护机制瞬间就会变成一道把我们和我们的钱彻底隔绝开来的铜墙铁壁。今天我就来彻底揭开这个关于存款失联的残酷真相。我将用最简单直白的方式告诉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活着，钱却拿不到的人间悲剧。同时，我也会告诉您，在我们还能清醒思考、自由行动的今天，必须立刻去做哪一件事，才能为未来铺好路，避免我们的家人陷入求助无门的境地。请您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这短短十几分钟可能会改变您下半辈子的财产安全，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命运。好，我们现在就来一步步拆解这个看似无解的困局。我们将从最让家人崩溃的场景开始，一步步倒推，看看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尤其是最后那一步，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那件必须要做的事，绝对会让您恍然大悟。第四种最让家人崩溃的场景，老伴拿着存折，密码也知道，但就是取不出钱。这个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甚至身边就有例子。李阿姨和王叔叔是老两口，一辈子恩爱，钱都放在王叔叔名下的存折里。王叔叔突发脑溢血，虽抢救过来，但一直昏迷在 ICU， 每天花费如流水。李阿姨急坏了，拿着王叔叔的身份证、自己的身份证、存折，还知道密码，跑到银行取钱救命。您猜怎么着？银行拒绝了，
工作人员非常同情，但态度坚决，对不起，按规定必须由账户本人办理。李阿姨哭着说，她昏迷了，怎么来？工作人员只能歉意地解释，这是为了防范风险，保护储户资金安全。您看，最亲近的人，最正当的理由，最齐全的证件，最正确的密码，就因为本人无法到场，这6个字全部失效。老伴生命危在旦夕，钱就在眼前，却拿不出来，这种感觉就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第3种让子女束手无策的场景，父亲失智了，母亲还在，但钱在父亲名下。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常见的例子，张老先生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现已谁都不认识，家里日常开销、保姆费、药费都靠老两口一辈子的积蓄。这笔钱存在张老先生名下，张奶奶身体尚可，但没工作过，名下没有账户。现在他想把钱转到自己名下获取出来用，带着结婚证、户口本、2人身份证、医院诊断证明，您觉得能成功吗？答案是依然困难重重。银行会说张老先生无法表达本人意愿，不能办理转账或取款，那怎么办？银行建议张奶奶去法院申请宣告张老先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法院指定监护人通常是张奶奶，拿到法院判决书和监护人证明后，才能再来银行办业务。朋友们，您知道这个过程有多漫长、多煎熬吗？打官司、找律师、做鉴定、等开庭，几个月甚至1年半载就过去了。家里有一个失能的病人要照顾，还要分心去跑这些复杂的法律程序，对于一个70、80岁的老太太来说，简直是难于上青天。第2种让全家反目的场景，子女多，意见不一，钱成了烫手山芋。还有一种情况更复杂，也更让人心寒。陈老先生突然中风昏迷，名下有一笔不小的存款和一套房产，他有3个子女，平时关系一般。老大说父亲治病需要钱，我们赶紧去取出来。老二说取钱的大家都同意，万一你取了拿着怎么办？老三说要不先去法院定监护权，谁当监护人谁管钱。您看看，这还没开始救人，几个子女之间就因为谁去取钱，钱放谁那儿产生了裂痕。银行见状更是秉公办理，没有法院明确指定监护人，谁来都不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救命的钱被锁在银行里睡大觉，而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却因为这笔钱被撕得粉碎。这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背后一个非常现实的金钱原因，不是子女不孝，而是法律和制度让孝顺这件事变得无比艰难。第1名，最绝望的无声呐喊，独居老人与丁克家庭好了。我们要揭晓这个困局的榜首了。我相信这个答案会让很多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不在身边的长辈心里猛地一紧，那就是独居老人和丁克家庭。王奶奶85岁，老伴走得早，无儿无女，一个人生活。她头脑清醒时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存折放哪儿，密码是多少，都记在小本本上，还告诉了自己的外甥女，万一我有事，你就拿着这个去取钱办事。想得很周到，对不对？可万一哪天王奶奶摔了一跤，或突发脑梗，人失去了意识，外甥女拿着小本本去银行，能取出钱交住院费吗？答案是几乎不可能。外甥女不是法定继承人，没有王奶奶的授权委托书，银行不会认可她的身份。如果王奶奶失智前没办任何法律手续，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人躺在病床上，账户里有钱，却因为没人能合法取出来，延误治疗或让生活质量大打折扣，那笔钱最终会变成遗产，等走完漫长复杂的继承程序，才能到法定继承人手里。但对于急需用钱的当下，1分钱都帮不上忙。讲完这4个这么沉重的场景，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的心情是既震惊又有点焦虑。请您先喝口茶，平复一下心情。我今天来不是单纯要来制造恐慌的，我一直相信揭露残酷的现实是为了让我们有力量去提前避免它。所以擦亮您的眼睛，竖起您的耳朵，
接下来我将要为您隆重介绍能把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绝望场景完全逆转过来的4大黄金护法。它不是让你去买理财，也不是让你去办什么复杂的信托，而是4件非常简单，任何普通人都能做到的法律工具和意识准备，能帮您把未来的风险降到最低。黄金护法第1名，终极守护神，议定监护公证。我们黄金护法的第1名，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去公证处办理一个叫议定监护的手续。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专业，我用大白话给您翻译一下，什么叫议定监护？就是我自己来指定我未来的监护人。我们前面说的那些悲剧，根源在于，当我们失智或昏迷后，法律上我们成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时候需要一个人来替我们做决定，管我们的钱，帮我们看病。如果我们自己没指定，那法律就要启动一个程序，由法院来帮我们指定一个监护人，通常是配偶、子女或者父母。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漫长、复杂，还容易引发家庭矛盾。但是如果我们提前办了议定监护公证，就等于我们提前写好了一份说明书。我们可以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自己选择一个最信任的人，可以是老伴，可以是某个子女，也可以是您最信得过的侄子外甥，甚至是可以是您的好朋友，来当您未来的监护人。您带着这个人一起去公证处，在公证员的见证下，签下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白纸黑字的写明，万一将来我失智了或者昏迷了，就由这个人来全权处理我的一切事务，包括管理我的银行存款，帮我交医疗费，替我签字做手术。您看，有了这份文件，之前所有的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当您昏迷时，您指定的这个人拿着公证过的议定监护协议去银行，银行就必须认可他的监护人身份，他就可以合法的取出您的存款来救命，不会再有本人无法到场的死循环。这才是真正的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和您最信任的人手里。黄金护法第2名，财产安全的导航仪，遗嘱与遗赠抚养协议。第2件法宝是很多人都有所耳闻，但可能还没下定决心去做的，那就是立遗嘱。但是我要说的遗嘱不只是分家产那么简单，对于防止存款失联来说，遗嘱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您想想，如果独居的王奶奶提前立了一份公证遗嘱，在遗嘱里写明自己100年之后存款和房产留给一直照顾她的外甥女，同时她还可以在遗嘱里附加一句话，说万一自己失能失智，授权外甥女代为管理自己的财产，用于自己的医疗和生活开支。虽然遗嘱的主要作用是在身后，但这份文件本身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证明王奶奶对外甥女的信任和授权意愿。再结合前面提到的议定监护，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还有一种更特殊的，叫遗赠抚养协议。这对于那些没有法定赡养人的长辈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您可以通过这个协议与您信任的个人或者组织，比如村委会、街道办，甚至您的好友约定，由对方负责您的生养死葬。您100年之后，您的财产就赠送给对方。这个协议一旦公证，对方的抚养义务就受到了法律保护和约束。如果有一天您失能了，对方拿着这份协议，同样可以作为合法依据去帮您处理一切事务，包括取钱。这就像是为您的晚年生活聘请了一位有法律保障的私人管家。黄金护法第3名，守护健康的钥匙，生前预嘱。接下来这个第3名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熟悉，但它在我们未来的晚年生活中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就是生前预嘱。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处理医疗问题的，但和我们的存款安全也息息相关。生前预嘱里，您可以提前写明，如果有一天您陷入了不可逆转的昏迷，或者处于生命末期，您希望接受什么样的医疗救治，是倾家荡产也要用尽一切昂贵的手段维持生命，还是更希望有尊严的、安宁的走完最后一程，
把钱省下来留给家人或用于改善在世时的生活质量。为什么说这个和存款安全有关？您想，如果没有这个预嘱，当您昏迷时，您的家人，也就是您的监护人，可能会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他们可能会想，如果不用最好的药，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不孝？于是他们可能把大量的存款投入到效果甚微的抢救中。这笔钱本可以是您清醒时想留给他们的，而一份生前预嘱就能清晰地传达您的意愿，减轻家人的决策负担，让他们能按照您的想法来使用您的存款，而不是被舆论和情感绑架。黄金护法第4名，家庭财产的账本定期整理与家人沟通。我们黄金榜单的最后一位成员，听起来最简单，但做起来却最难，那就是定期整理家庭财产信息，并和家人做好沟通。千万别小看这个，很多老一辈的，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钱的事儿是隐私，不好意思跟子女说，甚至老两口之间都各管各的。结果就是，万一一个人突然倒下了，另一个人根本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存在哪个银行，密码是多少，存折、银行卡东藏西藏，最后自己都找不到了。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家庭财产的小本本，或者一个加密的电子文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上在哪家银行有存款，账户大概是多少，有没有买国债、理财、保险单放在哪里，股票账户怎么登录，甚至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固定的家人知道的地方。您可以不告诉密码，但至少要让最信任的家人知道您的钱都在哪里。您可以每年和老伴和信得过的子女开一次小小的家庭财务会议，哪怕不说具体数字，也要让他们知道财产分布的大致脉络。这样做不是为了把钱交给他们，而是为了给自己未来的健康和安全买一份最基础的信息保险。有了这份账本，再配合前面说的议定监护和遗嘱，您的家人在紧急情况下才能最快最准地找到您的钱，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好了，今天我们花了不少时间一起看清了那个可能让我们人活着钱却拿不到的残酷真相，也认识了能帮我们完美避开这个陷阱的4大黄金护法。听完这些，您对钱存银行最安全一定有了更深的理解。安全这件事，主动规划比被动等待重要10000倍。您辛苦攒钱，但如果没规划好取出来的路径，一旦意外发生，所有积蓄都可能变成水中月。反过来，只要提前做好准备，哪怕只是去公证处办个手续，或和家人坐下来好好谈一次，您的存款才能真正成为为您和家庭保驾护航的诺亚方舟。人年纪大了，最怕什么？不是死亡，而是没有尊严的活着，最后因为钱的问题，让家庭陷入困境，让亲人反目，或让老伴和子女在悲痛中四处碰壁。提前安排不仅仅是为了保护那笔钱，更是为了在我们无法开口时，还能让意愿延续，让所爱的人少一点麻烦，多一点从容。这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和关爱。希望您看完这支影片，立刻去和家人聊聊这个话题。如果有必要，就去当地公证处咨询议定监护怎么办。如果情况特殊，也可以咨询专业法律人士，然后把影片分享给家人朋友、群组里的老同学。您一个简单的分享，可能就拯救了一个家庭。我是白远，在汇点生活陪您一起为安稳晚年多学一点，早做准备。我们下个视频见。